樊长史是何等老实人，平日里连只蚂蚁都不肯踩死。有他出手王后，宫里肯定多半人相信王后确有罪过。真是人不可貌相，我从未想到樊长史有这般胆量。公子通死于非命，只怕是毁了樊长史在宫里活下去的唯一希望。人若是连死都不怕了，还能怕什么？王后这下在劫难逃了。杀人封案件已经过去许久，樊长史出手，若无真凭实据，只怕是很难将王后的罪名坐实的。可惜王后送给公子季的那件衣裳不在了，不然拿着它就是份证据。这天又要变了，风云突至，措手不及呀！事到如今，我等该早有筹措呀。王后怎么可能如此荒唐？哎，谁知道樊长史是不是诬告陷害呀？王后失德，图谋戕害公子。我等因上书，恳请大王废后于冷宫，以谢国人，安抚诸夫人公子之心。雍大人说的极是，此乃大王家事，臣子岂敢干预内宫？王后乃一国之母，王后失德，我等大秦重臣岂可坐视？此事尚未有定论，你等就言之凿凿，逼宫废后，这岂是你等做臣子的礼数？姑息足以养奸，大王有10几位公子，若不能妥善处置此事，岂不人人自危，将来就是一场大祸呀！你，哼！大王，寡人不是说要静一静吗？老奴该死！是臣弟硬闯进来的，请大王治臣弟的罪。下去吧。是大王。你们都下去。是。何事慌张？大王，近日因王后之事，朝堂上物议如沸，若不想法子处置妥当，弄不好会变成朝党之争。别说了，寡人正为此事头疼。还望大王快做决断。那你说当如何？眼下只有2个选择：若王后真的失德，难以主持中宫，只能又去冷宫了此一生。但此事在诸公子和朝臣心中埋下阴影，臣只怕大王100年之后，诸公子会以此为由，让公子荡无法继位。假如易处呢？若是嫡子不能继位，那在大王心中，余下诸公子还有谁能压倒群英，成为那个万众拥戴之人？恕臣弟直言，大王心中一直割舍不下公子季。那公子季的确聪颖过人，可其母芈月出身低微，公子季又太过年幼，难负重任。一旦公子季上位，芈月成为母后，主少母壮，必然把持朝政，聘姬司臣。大王有10几位公子，若是储位有变，因此而产生的动荡，只怕会影响到国运。像那齐桓公雄霸天下，死后却因无子争位，齐国就此衰落，前车之鉴呐。说到底，你的2个选择其实是毫无选择。寡人只能保住荡儿这条路，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嫡子继位，名正言顺，至少不会对政局产生动荡。虽然王后品德有失，但公子荡他为人果敢，勇猛好武，一旦为君，可以震慑诸侯。这么说，为了保住荡儿，寡人绝不能追究王后的罪责。大王，臣请大王为大秦江山着想。你的意思，
寡人清楚了。甘右相，甘右相，甘右相，太子这是？母后危在旦夕，我已心神大乱。甘右相是当儿恩师，望能指点。嬴荡并非忘恩负义之人，右相若能帮助荡儿和母后渡过难关，日后必有蛇雀之报。太子不必慌张，大路就在眼前。右相明示。樊长史出手王后，只是一人之言，这样王后一定咬住，是诬告。就算说是诬告，这样管用吗？樊长史位分不高，人微言轻，意见正尊，又能如何？只要王后和她身边的人抵死不认，以致此事死无对证，那么这件事就大风吹去了。老臣告辞。啊。月儿，我看你晚上也没怎么吃，赶紧把这粥喝了吧。月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曾经已经忘掉的一些事情。我在想我娘亲，想举姬，想魏后。那时候你还那么小，能记住什么？我知道，一定是魏后害死了我娘亲，要不然楚宫里怎会流传说父王死前曾打算废后？好了，月儿，别再提那些事儿了，提起来全是伤心。我不是故意惹姑姑不高兴的，我只是觉得眼前的情景似曾相识。幕间传话，大王要在承明殿召见八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这2日，寡人日不能食，夜不能寐。月儿，你与王后是姐妹，你告诉我，害我孩儿之人，真的会是王后吗？樊长史出手王后，可有证据？当年杀人凤之事，是童儿亲眼所见，环环相扣，合情合理。可惜，童儿已经不在了，死无对证。若真是王后所为，大王打算如何处置？秘书失德，寡人袒护他，又如何在后宫收复人心？大王要废后。大王，照理讲，此时继儿是世主，芈月不该随意说东道西。但王后是国母，废后必动国本。眼下案情扑朔迷离，一发不可牵，牵之动全身。大王，还是慎重些为好。月儿，你是宫中锦心修长之人，当年杀人封案，震动宫闱，你可疑心过王后？大王，
大王明察秋毫，芈月愚钝，哪敢与大王相比？你不愿说，那好，寡人打算明日亲自提审珊瑚，一定要水落石出。既然大王要亲自提审珊瑚，那还是拿到口供后再做定夺。